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深情献声，布达拉宫2揭开雪域高原的神秘面纱。布达拉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一直以来都令无数人心驰神往。2月13日，纪录片《布达拉宫》第2季媒体看片会在北京举行。该纪录片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民族宗教专家全程参与，咪咕视讯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天成嘉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布达拉宫第2季海报。据悉，布达拉宫第2季将于2月16日起正式登陆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和咪世界。此外，本季还将同步上线咪咕海外 YouTube 官方频道、咪咕海外客户端 Migak 等平台，向全球观众展示布达拉宫的历史文化以及其独特魅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而这也是中国移动咪咕文化出海新模式、新路径的持续探索。赵丽颖配音，跨时空叙事。作为布达拉宫系列纪录片的组成部分，第2季通过7个篇章的跨时空叙事，从历史建筑、文献文物、艺术人文等方面，带领观众全方位深入布达拉宫尚未开放的神秘区域，近距离触摸这座人类文明瑰宝的文化脉络。为了将历史的厚重与情感的温度相融合，纪录片特别邀请知名演员赵丽颖担任配音，探秘雪域高原上的历史风云，讲述关于创造、传承和守望民族文化的生动故事。在直观展示布达拉宫全貌的同时，该片还尤为注重对历史故事抽丝剥茧的细致梳理，以及对正在发生故事的鲜活记录，让这座地球上最接近天空的宫铺回归人间。看片会上释出的首集新言，将镜头对准了维修保护布达拉宫的传统工匠，以及投入坡田墙的千百藏民群像，展现出一个可以触摸、可以感知、可以亲近、可以与我们的生活水乳交融的人间布达拉宫。据布达拉宫总制片人张爽介绍，如果说第1季我们还是沿用传统纪录片制作模式的话，从第2季开始则更加与时俱进，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人工爱特效、2D、3D 转换、特效渲染，包括数字建模等高科技方式的全面介入。此外，我们还携手咪咕行业首创线上纪录片与线下 VR 大空间沉浸影像展相结合的模式，带来全新视听体验，希望能够为中华文化、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我可以稍微透露下，系列纪录片第3季将继续同咪咕合作再次升级，在今年暑期档推向市场。在技术渲染上、技术呈现上，XR Extended Reality、扩展现实等更多的新智技术投放将占整个视效的60%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将颠覆传统纪录片的制作模式。张爽说，打磨光影诗篇，以小见大，激发古今情感共振。一部制作精良、艺术精美、思想精深的作品，离不开一群匠人的精心打磨。布达拉宫第2季联合历史学者、宗教专家、数字工程师组成跨界智囊，将严谨的学术考据转化为动人的光影诗篇，将氤氲着烟火气的宏大主题娓娓道来。第2季的总导演、总撰稿王冲霄表示，第2季更聚焦于布达拉宫的人间性，通过小人物叙事的延续、文化历史信息的增加、独家内容的呈现以及高科技的运用，从而揭开布达拉宫神秘的面纱，向人们展示一个人间的布达拉宫。通过全面梳理这座宫铺建筑的知识点，我们提取出其中新鲜、有趣的部分。这些知识点要么是之前媒体传播中鲜有提及的，要么是之前提到过，但没有展开说细致，说出新的角度。双引号。对于布达拉宫究竟该怎样定位？之前不少人都以为它是一座寺院，包括在很多文学作品里都给它冠以西藏最大的寺庙之名。但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和通过专家的梳理，布达拉宫的宗教功能其实是排在后面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把布达拉宫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时，对它的定位是宫铺建筑，宫就是宫殿的宫，铺就是城堡的铺，堡垒的铺。双引号。布达拉宫作为宫铺建筑，它最初的建筑动机其实是军事防御功能，其次还担负有很多处理政务的功能，宗教功能要排在这些后面。我们看今天的西藏人民来到拉萨，他们长途跋涉前来拜佛，首选的也是大昭寺，或者是去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所谓的西藏三大寺庙。所以我们这次在片中对布达拉宫会有一个重新的定位，它就是一座浓缩、汇聚西藏文明的博物馆，说是西藏最大的博物馆也不为过。同时，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一座不可替代的永久建筑。我们希望通过各种努力，把布达拉宫所凝聚的，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西藏文明，生动细致地呈现给当下的观众。王冲霄说。值得一提的是，以纪录片为基础，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指导，中国移动咪咕公司与天成嘉华联合出品的心愿同行纪录片布达拉宫 VR 大空间沉浸影像展，也于2024年12月28日在北京开幕。带上 VR 设备，观众能够在500平米大空间，近40分钟的沉浸探索，自由游走于四大天王殿、德央夏、红宫回廊、西大殿、弥勒福殿等代表性场景之中，感受文化、自然与心灵的全新相遇。作为全球首个布达拉宫主题的 VR 大空间沉浸展，布达拉宫心愿同行将高水准的数字技术与高价值的艺术呈现进行深度融合，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打卡体验，身临其境进入布达拉宫这座神秘宫殿。近年来，纪录片市场日益受到观众的喜爱，尤其是那些涉及历史、人文和自然的精品之作，总能激发起人们内心的敬畏与好奇。而即将上线的《布达拉宫2》便是这样一部备受期待的作品。这部纪录片不仅延续了第一季的恢宏气势，更在内容深度和艺术表现上进行了全面升级。值得一提的是，知名演员赵丽颖此次倾情献声，以她温婉动人的嗓音，为观众讲述雪域高原的历史风云，让人更具沉浸感。布达拉宫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建筑群，是藏文化的象征。它不仅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在布达拉宫2中，观众将透过精美的画面和深入的解读，感受这座宫殿千百年来的辉煌与沧桑。从建筑奇观到宗教信仰，从王朝更迭到文化交融，每一处细节都诉说着一段动人的故事。而赵丽颖的旁白更是锦上添花，她用细腻的情感与真挚的声音，将这些历史片段娓娓道来，仿佛让人穿越时空，置身于这片神圣的土地。赵丽颖以往在影视剧中的形象多以坚韧、聪慧、勇敢的女性角色著称，如《花千骨》中的小骨，《楚乔传》中的楚乔，乃至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明兰。她的演技深受观众认可，而这次她选择用声音来诠释布达拉宫的传奇故事，可谓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她低沉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使得整部纪录片更具沉浸感，也让观众能更深刻地体会这座古老宫殿背后的历史厚重。对于赵丽颖而言，这次配音工作不仅是一次职业上的突破，更是她个人情感的一次深度表达。她曾多次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对中国的古建筑、非遗文化以及民族故事充满敬畏之心。因此，她在为布达拉宫2配音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力求将藏的文化的庄严、布达拉宫的神秘以及历史长河中的波澜壮阔，完整地传递给观众。布达拉宫2的制作团队更是业内顶尖，他们不仅采用了最先进的拍摄技术，包括航拍、延时摄影、3D 建模等手段，以确保纪录片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也邀请了多位历史学家、建筑学家、文化研究者进行深入解读，使得内容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不乏现代视角的分析。
纪录片通过多维度的展现方式，让观众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能够真正理解布达拉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除了恢宏的影像和动人的旁白，布达拉宫2的音乐也是一大亮点。片中大量运用了藏的特色音乐元素，包括悠扬的牧歌、厚重的法号、空灵的诵经声等。这些音律与赵丽颖的讲述交相辉映，使整部纪录片更具艺术感染力。音乐与画面的融合，仿佛让人感受到风吹过高原的辽阔，也让观众更能体会藏文化的神秘与深远。观众们对赵丽颖此次现身的表现给予了极高的期待。在社交媒体上，许多粉丝纷纷留言表示，赵丽颖的声音温暖又有力量，真的很适合纪录片的旁白。期待赵丽颖用声音带我们领略布达拉宫的神圣与壮美。同时，也有不少历史文化爱好者表示，布达拉宫2不仅是一次视觉的享受，更是一次文化的洗礼。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让更多人了解并珍惜中国的珍贵历史遗产。纪录片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示美景，更在于传播文化，唤醒人们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布达拉宫2正是这样一部充满历史厚重感和人文情怀的作品，它让观众不仅仅是看一部纪录片，而是感受一个文明的辉煌与传奇。而赵丽颖的加入，无疑为这部作品增添了一抹亮色，使其更具温度，更能打动人心。作为观众，我们可以期待的不仅仅是一部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更是一场心灵的朝圣之旅。让我们跟随赵丽颖的声音，走进这座屹立在雪域高原上的宫殿，聆听她跨越千年的故事，感受她承载的信仰与智慧。布达拉宫2即将上线，让我们一起锁定这部震撼人心的纪录片，感受历史与文化的深度交融，见证赵丽颖声音的独特魅力。喜祥林，王一博元气满满来打招呼啦！追星族们看过来呀！今天必须跟你们讲讲超帅的王一博那充满元气的问候，简直能把人的心都给融化了。那天，王一博出席一场活动，活动现场那叫一个热闹，粉丝们都盼星星盼月亮，就等着见偶像一面呢。只见王一博一登场，那帅气的模样简直让人移不开眼。他面带超级灿烂的笑容，就像清晨第一缕阳光，温暖又迷人。然后大声地跟现场的粉丝还有工作人员打招呼：“大家好呀，今天你们过得怎么样？”那声音清脆又洪亮，满满的活力都要溢出来了。而且呀，他还特意跟不同方向的人互动，眼睛亮晶晶的，闪烁着光芒，每个眼神都仿佛在传递着独一份的热情。他一边走着，一边跟周围的人挥手，动作十分自然又大方，仿佛跟大家都是老朋友一样亲切。这时候，有个小粉丝不小心摔倒了，王一博眼尖一下就看到了，立刻快步上前，小心翼翼地把小粉丝扶起来，关切地问：“宝宝，有没有受伤呀？要小心哦。”就这一个小小的举动，不知道暖化了多少人的心。之后，他又回到舞台中央，拿起话筒说：“希望今天在场的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像我一样元气满满哦。”那句话就像一股暖流，流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王一博这元气问候，真不只是简单说几句话而已呀，这里面承载着他对粉丝的爱，还有他对待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他就像一个小太阳，走到哪儿都能把温暖和活力传递给大家。王一博，一个充满活力与正能量的青年偶像，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能点燃粉丝的热情。他不仅仅是一位艺人，更是一种态度的象征，是年轻人拼搏精神的代表。他的出现总能给人带来惊喜，而他的元气问候更像是一股温暖的风，吹进每一个喜欢他的人的心中。从初登舞台到如今站稳脚跟，王一博一直在不断挑战自我。他用努力证明自己的实力，不断学习新技能，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从歌手、舞者到演员、赛车手、品牌代言人，他的身份在不断变化，
而唯一不变的是他对事业的热爱，以及他对粉丝的珍视。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努力派。王一博的正能量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更体现在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上。他喜欢挑战，喜欢突破，他不畏惧失败，而是勇敢面对。他在赛车场上全力以赴，不惧受伤，展现了他的拼搏精神。在舞台上，他一次次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舞蹈水准。在影视作品中，他不断尝试新的角色，磨练自己的演技。他的成长是粉丝们一直见证的。粉丝对王一博的喜爱，不仅仅因为他的外在魅力，更因为他的个性。他低调、谦逊，却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不随波逐流。他不轻易向外界表达太多，但他用行动证明了一切。他的敬业精神，他的坚持，他的热爱，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粉丝们。他让大家明白，梦想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付诸实践，一步步去实现。王一博的元气问候总能带给人们力量。每次他与粉丝互动，都会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无论是日常分享，还是舞台上的精彩瞬间，他的存在感总是那么强烈。他的每一次笑容，每一句问候，都会让粉丝们感受到温暖和鼓励。他的性格虽不张扬，但他的魅力却深入人心。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从《陈情岭》中蓝忘机的沉稳内敛，到风起洛阳的百里弘毅的机智冷静，再到无名中深沉内敛的角色，他的演技越来越成熟。他用一次次的突破，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流量艺人，而是一个真正的实力派。除了演艺事业，王一博在赛车领域的拼搏同样令人敬佩。他从小喜欢摩托车，后来更是以职业赛车手的身份参加比赛。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获得了多个奖项，并成为职业车手。他的这种拼搏精神让人不得不敬佩。他的粉丝不仅仅为他的颜值和才华倾倒，更被他的努力和坚持所感动。作为时尚界的宠儿，王一博也是多个国际品牌的代言人。他的穿搭风格独特，每次亮相都能成为焦点。他的时尚态度和独特气质，让他在时尚圈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不仅仅是品牌的代言人，更是能够引领潮流的人。除了事业上的成功，王一博对公益事业也十分关注。他多次低调捐款，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支持。他的善良和责任感，让粉丝们更加坚定地支持他。他的行为影响了无数人，让更多人关注公益事业，传递正能量。王一博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努力，也离不开粉丝的支持。他一直感恩所有支持自己的人，他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回报粉丝。他的每一句问候，每一个微笑，都是对粉丝最好的回应。他的元气问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话语，更是一种无声的力量，鼓励着大家勇敢前行。未来，王一博依然有无限可能。他的演艺事业、赛车生涯、时尚发展都有更广阔的空间。他一直在突破，从不设限。他的故事还在继续，而他的每一次突破都将成为粉丝们追梦路上的动力。最后，希望所有喜欢王一博的人都能从他的经历中获得启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轻易放弃，要像王一博一样坚持、努力、拼搏，最终一定会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